所以就是你对一个东西的热爱其实是大于一切，哪怕没有好的场地，甚至没有好的这个我的武器，但是特别感谢。一是当时在封神那个波尼送我了一把弓，那把弓还相对还不错，但是磅数很小，20多磅。后来李校长他当时这个因为比赛嘛，然后当时给我弄了一把弓30磅，但是现在我比赛都用50磅。我们现在所有的运动员都在技术升级，因为只有大磅数的弓你才能保证你的效能。你像我平时训练最低45磅，像比赛的时候我会用到50磅的弓，不是说我们比谁劲大，而是我们也经过无数次的比赛之后，你会发现大磅数的弓就是会提高你的准确率，包括在不同天气下，你也可以保证你的准确率。你可能见你的磅数轻，你拉的再满也没用。我们其实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进步，大家都在学习，互相学习。你看一下当时每一天就是为了训练都怎么练。你看我当时用的这剑，可能工友应该都知道啊，波铅剑，都不是碳纤维的，这个剑非常危险，特别重，特别沉。但为什么就我买一堆这样的剑？因为它相对便宜。就是当时我主要就是单纯的想要练好速射手法，就是所以我至于打什么样的剑，然后这剑速快不快对我来说不重要，我需要更多的剑。每天打断了都无所谓，这个羽毛都是胶羽，然后剑尾都是那种特别，你看当年没有速射尾，都是这种尾巴，就每天练无数剑。这19年的时候就用这个打，那会儿我用的什么剑？竹剑。这个剑在我们的这个训练房根本没人用，你知道吗？就扔那儿落灰了，我就全给拿回来了，全给改造了。你看这个竹剑的箭头是墩子把，然后我自己上网买箭头，自己每天用电钻把这个杆钻一个眼儿，把这个真正的把箭头就尖的箭头扎进去。你看，就是正常的这种箭尾，它是一个木头做的。我为了速射买了一个箭尾，然后你看用牙给它打火机变成分叉，然后用这个胶带给它钉上去。我当时是用这种，每天是这么研究这个所谓箭尾，这全都是我后安上去的木箭尾上套一个塑料的箭尾，然后做成速射尾，然后每天这么打。哎，所以就是这个你不便宜，大家就别一整什么到哪里谁教我，心想那些老师可能在我学骑车的时候，他好像还没有开始接触汽车，就是这个我很不服气，你懂吗？当时这个剑呀，就是确实是，哎呀，摆在那个仓库里特别长时间，全都落灰了，也没有人用，不是这太浪费了。但是竹剑呢，不管头还尾都有问题，一是箭头它30把，然后我就找这个电钻给它钻进去，买这个把箭头，就尖的箭头，我自己给它拧进去，拧进去完之后拿胶带给这样粘上，把头固定住。就这事儿吧，就是我跟你讲，在现在这些小朋友眼里都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儿，因为他们现在都是现成可以买，就是估计也很少人看见把一个这种竹剑，还不是那种特别好的竹剑，然后改成这种把箭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它这个剑尾，因为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圆柱形的这个木头，在中间切了一刀，出来一个卡钳的槽。那么这种剑尾你给它拿打火机拿牙一咬，我们最开始都是这样，它就变大，变成喇叭口了。那么你说是这种木头的剑尾，你根本就改造不了，它是木头的，它就是卡了一槽。后来我想得，我也给它锯了，锯掉完之后接着钻。那不是钻，那是把外面我找那个砂纸，把这个外面那一圈给它磨尖，就前面头尖了，然后在网上买这种剑尾，啪给它怼进去。然后怼进完之后拿502，然后拿这个胶带啪一层一层缠。虽然那个东西每次射出去有的时候还会有点卡，但是至少它能射。然后再用牙或者打火机把那个剑尾给做成喇叭口，然后开始做速射。就那会儿就是这么玩，就所以就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总是还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骑车，那个时候在网上就结识了我们骑车中心的一位同事他就给我发出了个邀请
可能会有一个世界性的比赛，是在贵州说那个要不要来我们这边训练，然后集训一下，然后带到我们中国队儿。因为当时那个国内的选手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年轻的选手很少，所以我就到了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网上的一个机构，他们提供给我的这个训练的场地啊，所以其实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我后来去什么找了一个学校去进修。其实我没有去这个所谓的学校之前，我就已经其实人家是邀请我去作为运动员，那就可以上场比赛了。19年我接到的这个比赛的通知，等我这个剧组的工作结束之后，然后我就去这个训练，然后备赛。但是就是因为20年的疫情的原因，就这个比赛就没有。但是我也非常感谢，就是他们能够在那段时间在深圳给我提供一个训练的场地。虽然我训练了一段时间没能打比赛，因为那段时间确实因为疫情也没有办法办比赛，就是一直在训练。后来我打了一次比赛之后，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的电影就上映了。上映之后，可能我的工作会越来越忙了。但是现在我也是依然在投身在这个骑车的事业当中。后来呢，我们国内开始慢慢陆续办比赛之后，我就是开始就偶尔去打一打比赛。对，就是现在其实因为确实时间问题啊，一是训练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年龄问题，我们肯定更希望有更优秀的年轻人的出现。是晚上10分钟12点。4连全中，可以收了。可以收了吗？对。好。为什么还要比赛？一点呢，就是确实各个队伍很多，运动员又有限，那我确实我需要替代表队去比赛。还有一点就是我很清楚，那么我上场比赛肯定是有面对着很多的未知的风险，那个所谓风险可能是更多的是舆论吧，对吧？毕竟我也有另外的这个职业身份，肯定关注度会更大啊。那么我所想的就是，我可不可以利用我的这个身份，我上场比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骑车。今年就是确实训练时间很少，如果之后有机会再比赛，我还是会拿出更多时间去训练嘛。如果没有时间训练，那么我就还是一样，要推广好骑车的这个项目，做好这个骑车方面的工作。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比赛将开始。将出场的是深圳队于适、中国香港队黄文宏、中国澳门队